疫情肆虐之下，是什么刺激了美国海军加紧建造舰艇？中国最新下水军舰让美国人急了，不能再等了。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美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特别是美国海军。据最新消息显示，在圣迭戈周边进行水面战高级战术训练的美国海军一驱逐舰的水兵匿名向美国媒体爆料，称该舰已经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看上去，这艘船上的船员正在被这场疫情摧残。这并不是个例，早在疫情爆发之初，美国海军罗斯福号和里根号航母上就不断有船员确诊新冠肺炎疫情。基于这样的情况，按照常理来说，美国应该不断削减美海军水面舰艇部队，以控制疫情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根据美国海军2020年公布的30年造船计划显示，美国海军舰队平均每年只能建造6艘军舰，包括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小型水面作战舰艇和核动力攻击潜艇。但是日前有消息称，美国海军需要每年建造8艘舰艇。尽管从数量上来看，从6艘上升到8艘并不多，但是因为建造周期的原因，多建造2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拿核动力潜艇来说，全球拥有常规动力潜艇的国家有14个，大多数国家无法独立研发，但是能单独制造核潜艇的只有5个。况且要想把核动力缩小化给潜艇装上，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此从难度上来说，这一计划并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到底是什么刺激了美国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提出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呢？毫无疑问，受到了中国造舰速度的刺激。日前，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第3艘075两栖攻击舰缓缓下水，靠在岸边，和第2艘075两栖攻击舰并排在黄浦江边继续进行施工。很多技术爱好者前来观看下水。目前我们可以看到2艘075在江边并排施工的壮观景象。我们知道，去年上半年075 2号舰也才刚下水，如今1年不到的时间，3号舰也下水了。这造舰速度不得不让人直呼神速。按照中国的这样造舰速度，未来中国海面水军舰艇数量一定会十分可观。美媒预测到2025年，中国可能会增加部署32艘军舰，到202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总数将达到400艘，到2030年将拥有425艘军舰。在这样的造舰速度下，美媒称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将远远领先于美国，这让美国人十分着急，已经不能再等了。美媒称，尽管美国舰队在质量上相比中国海军仍然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这在中国海军舰队集中部署的战略优势面前，美国海军分散全球部署的质量优势不值一提。因此，面对中国军舰建造速度如此之快，美国需要每年建造8艘舰艇，这将帮助美国海军提前3年实现355舰载人作战舰艇的目标。计划很雄伟，但是美国如何在受疫情严重影响、国防预算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开展这一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这还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军重新购买 F-16战斗机的原因或已找到，不仅是资金短缺的问题，或是因为 F-35战斗机也有心脏病。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众所周知 ，F-35战斗机是美军的第2款第5代战斗机。按照正常来讲，这款战斗机的某些性能甚至超过了美军此前引以为傲的 F-2战斗机。然而前不久有消息称，美军方面准备重新购买一批 F-16战斗机。不得不说，美军的这一做法确实让人摸不清头脑。既然有了 F-35战斗机，为什么还要选择重新购买一批老旧的战斗机呢？对此，美国方面说出了他们的理由。据美国军事观察网站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即将离任的采购负责人表示，之所以要采购 F-16战斗机，主要是因为资金问题。虽然说 F-35战斗机是一个单引擎战斗机，并且也比之前的 F-2战斗机更便宜，但是 F-35战斗机的实际运营成本和维护要求却非常高。据美国方面统计， F-35战斗机每小时的运营成本约为$31,000，而 F-16战斗机每小时的运营成本远低于 F-35战斗机。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备率问题。美国方面表示，虽然说 F-16战斗机毕竟老旧，但是它的战备率却非常高。反观 F-35战斗机就不一样。美国五角大楼即将离任的采购负责人表示，目前美军的
F-35机队中只有36%的战斗机具有作战能力，这意味着在美军 F-35战斗机机队中有2/3的战斗机无法执行日常任务。他们正在把 F-35战斗机的战备率提高到50%。据了解，早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国防部把美国空军战斗机机队的战备率设定为80%，然而美军并没有达到。该媒体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 F-35航空发动机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 F-35战斗机才无法执行日常任务。由此可见，美军的 F-35战斗机同样也具有心脏病。要知道，航空发动机对于战斗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说如果美国方面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 F-35战斗机很有可能会彻底退出战斗机的舞台。不得不说， F-35战斗机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美国为了研发这款战斗机付出了太多，为了让它的性能更加卓越，在设计上融合了非常多的高科技技术，然而这些高科技技术却没有发挥出最大的水平，因此 F-35战斗机也遭受了很多谩骂。美国五角大楼即将离任的采购负责人在提到 F-35战斗机的时候，他直接毫不避讳地说道：“五角大楼制造了一个怪物。”不仅如此，美国前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在一次简报中也表示 ，F-35战斗机既是丑闻也是悲剧。由此可见，在美国人心中 ，F-35战斗机的确是一款性能较差的战斗机。真的有时空穿越器吗？最新曝光的文件中显示，美军曾测时空修改武器，氢弹与其相比就是个炮仗。敬请关注本期内容。相信大家在各种各样的影视剧以及科幻电影中，应该看到过某种可以穿越时空的机器，但是这一切都还只是人类的想象。但是现在却有证据证明，这种机器并不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据俄罗斯卫星网和美国驱动网站的报道，近日美国海军在此前申请到一些技术的专利文件遭到了媒体的曝光。根据媒体的曝光可以看到，这些文件上的内容的创新程度非常像是我们曾经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不过这次是真实存在的。据称，这是一种真实存在并且具有类似 UFO 的性能的飞行器，而文件中就包含有该飞行器的理论基础。而根据最新曝光的文件中显示，除了这些技术外，美军还对一种时空修改武器进行过测试。其实此前就有报道称，美国海军的一些专利主张技术令人震惊，比如在2020年，也有部分美国海军申请到的专利技术文件被媒体曝光。在这些专利中所主张的技术内容让人非常震惊，甚至怀疑这些技术是否真实存在。该文件中包括高温超导体、高频引力波发生器，甚至还有类似于立场的电磁场发射器和等离子压缩聚变装置等。而这些技术综合来看，如果利用起来，似乎能够让人造的飞行器拥有类似于 UFO 的飞行特征。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技术还并非是纸上谈兵。美国对这些技术进行过测试。据报道称，美国海军空战中心飞机分部对这些所谓的 UFO 专利理论背后的关键概念和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而这些理论其实是由非常著名的海军航空工程师派斯博士提出的。对于这种武器，俄罗斯媒体援引美国网站报道称，近日被曝光的这种根据派斯博士所提出理论制造出来的被称为时空修改武器，美媒认为氢弹与它相比就是一个炮仗。如果氢弹与这种武器相比仅相当于炮仗，那么这种武器的威力可想而知究竟有多大。据称，此次所公开的文件都与高能电磁场发生器有关。在这些公开的图纸中，有数百页非常详细的技术图纸、照片，甚至还有测试相关的数据。根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海军做的这一系列的试验，都是为了验证派斯博士提出的派斯效应的可行性。而所谓的派斯效应，其实只是一种理论物理概念。他认为，在快速但是平稳的加速、减速、加速的瞬间状态下，可以通过加速的自旋或者加速的振动来控制带电物质运动，以实现该效应。而提出该效应的派斯博士表示，该效应可以催生出一种强大的电磁场，而这种电磁场会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去重新构建一个现实世界的结构，因此它能够在动力或者推力等多方面引发武器生产领域的真正的革命。